欢迎收看《流浪移民日志》Wanderlust Immigrant Channel。大家好，我是 DJ 旺，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有想要来加拿大，那你们来加拿大之前呢，必须要先做的心理建设。这一期视频呢，不是要吓唬大家哦，而是就事论事，根据我在这边快将近1年的时间。跟大家做一个预防针，如果有想要来这边的朋友们，有一个心理准备会比较好。那是以我这种年纪，我就不讲我几岁了哈。都몇 살이야？ 22。この味は嘘をついてる味だぜ。中产阶级打拼了几十年，存了一点存款，然后拿一些钱，过来这边之后，你即将会面临的挑战。首先，你的工作，这是来自移民的第一个关卡。第二个关卡住，那很多观众视频会不会说，那我可以在我的国家先找到份工作或者先找一个住的然后再过来啊。事实上是没有那么完美的，很多人都这样想，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到，除非你是一个运气非常非常好。然后大家有看到其他 YouTube 的视频都会有刷到 YouTuber。他是一来到就可能找到工作或者找到住的，我认为那是一个少数。以我亲身经历我就是一个一般的中产阶级的市民，跟大家想的一样，来之前先找到工作，甚至找到房子。那现实上呢，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这期视频就简单跟大家说，不是在吓你，你所想到的大家都想到，但是却很难做到，除非你是那少数的运气非常好的朋友们。要先从找房说起吧，在这边找房非常困难。非常非常困难。那为什么会困难？不是说你有钱你是客户，你拿着钱他就给你租了。为什么？因为加拿大这边政策是非常非常保护租客、住户的。你班契弟呢個月租又唔交，做咁多嘢講，鬼殺咁嘈，喊驚咁，撲你個街真係！滚嗎？你有包租婆？我管你老豆！所以變相就會有那種人士會故意去利用這個福利吧，變成租霸。幾個月不繳房屋，你今日再唔交租咧，我就燒你個鋪頭！那你也不能趕他走你要趕他走，你只能通過法律，你不能說你自己來把個門開起來開鎖，然後就把他趕走，不可能。你要經由法律，那經由法律途徑的話呢，當你要判決，但至少還有半年到1年時間，也就是說呢，半年到1年時間呢，你的房子就讓他空着，讓他租了。所以呢，业主在找租客的时候非常严格，甚至是身价调查，包括要看你的信贷，然后你的工作记录，甚至你前一个业主的联络信息甚至会打电话调查说，你这个租客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还有 job reference， 所以你要找一个房子，你需要准备这么多东西，就好像你要办信贷一样这么困难。Here are the best websites in Canada to run background checks on your tenant. Mr. Dave here. Today we are going to analyze someone's credit score and see how we review it for tenants, all right? So their FICO, their Equifax. Let's dive into a real scenario that we just went through. 所以变相说，如果像新移民，我们这种新来的，你没有这些任何记录给人家看的话，你是非常难找到房子。除非你新移民，他就要跟你直接要6个月的 deposit， 你要给他保证金6个月了。因为业主他们也会怕你是租霸嘛，因为你没有任何一个记录，所以你是找房子的时候非常困难，特别是你在别的国家来之前，想要在加拿大先找到房子，你的记录是空白，所以应该非常困难。这第一点，第一点你找房子就已经非常困难了。好，那再说第二点，找工作。Thank you。这边呢就会礼让行人的，行人有优先使用权。好，再跟你们说第二点，找工作。上一期视频我上一期视频有跟大家说，我终于找到工作，对不对？我这项工作是用了将近1年时间，那扣除我在2个月是在韩国、香港所以我真正是用9个月的时间。那我的工作经历其实你说好呢，也不是太好，然后辉煌也不太辉煌，但是至少一般市民应该也有的经历、跟技能、跟技巧，还有经验，我都有。但我找不到工作，我用9个月时间，然后最后幸好最后也找到了。哇，嗨，为什么工作非常难找呢？我自己大概有分析一下原因我自己有分析一下原因，工作非常难找是整个加拿大是移民国家嘛，那它近这几年，然后又一直不停的吸纳新移民人士，那加上其他国家的战争
那它就有需要去会吸收这些难民，又加上通货膨胀情况之下，物价变高，尤其是东区东岸的多伦多、安省那一带啦，还有西岸的温哥华，然后物价变高，房价变高，然后人民的生活成本变高，所以他们觉得受不了，他们就会选择搬移他们的居住地，然后过来我现在这个地方卡加利。New data from Statistics Canada shows that Alberta is quickly growing. In fact, the province added people from other provinces at a higher rate than has ever been recorded. Is the province ready for this population boom? The CBC's Anis Hadari reports. You would get more value in Calgary, or at least that was the thought. Alberta is calling. The campaign to lure others to Alberta maybe worked too well, as new Calgary transplants are finding out. 也包括那些新移民难民，那些乌克兰，还有埃及利亚等等，还有非洲的等其他国家难民国家，他们过来，他们对难民非常友善的。这个加拿大这个地方他们来到这边，他们可以工作，包括多伦多东岸跟温哥华西岸的人也一起涌入到这个地方。More people than ever before are choosing to call Alberta home. Alberta is seeing a record population boom, mostly because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other provinces see it as a better place to live. Alicia Feilberg report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Canada, Alberta was home to 4.7 million people as of July 1st. That's 184,000 people higher than the same time last year, and much higher than the previous record of just over 106,000 set back in 2013. Like many people, he chose Alberta due to its stronger job growth and relatively affordable housing. People in other parts of Canada are choosing Alberta as well. Migration from other provinces make up 31% of the increase. The vast majority come from Ontario and BC. This influx of people is affecting housing demand, but it's also adding to the labor force, which is growing at its fastest annual pace since 2007, according to ATB Financial. 所以卡加这个地方有120万人口，瞬间暴涨到现在目前是160万人口，所以呢，他们又可以工作。他们年轻力壮，那有些甚至是有本地经验的，因为这边工作也很看那个 local experience，像当地经验。所以同时这么多人来跟你抢工作啊，各位，如果你是一个公司老板，或是你一个餐厅老板，你会请一个年纪大概40-50岁的英文又不怎么咋地，不怎么好的，你会请这种呢，还是会请一个年轻力壮，然后年轻貌美的，然后甚至有本地经验的人呢？如果是你会选哪一位？当然了，所以呢，你会要同时跟他们去找一个。工作上的竞争的话，那个压力是非常大，所以工作是非常难找。你的生活、金钱收入，你都已經不順利了。喂，幫手啦，做兄弟，大家1個幾號都好啊。唉，喂，衝翻工好唔好啊？唉，拍硬檔啊！加上住也很難找，而且租金高昂，所以这2點你要來之前，这2點已經可能嚇怕很多人了。各位觀眾朋友，聽到我解釋這2點之後，你還是覺得要來的話，請大家心理建設就是你要有一個至少半年找到工作，那你這半年你的生活、你家人的生活、跟你老婆、你小孩你的生活收入來源，你要該怎麼去支持？你要先至少準備這6個月的生活收入。那其他關於移民的一些分享呢，我就留到下一期視頻再跟大家分享。那這期視頻呢，歡迎來到加拿大之前的所做的心理建設2項，好，我就到這邊了。那我們下次見，拜拜。無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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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秒前0